风格，如果我们先把日系空气感定义是风格的一种，那么与其说要怎样拍摄出日系人像，我们可能要先探讨怎样的照片我们会说它是日系。首先，照片最直接的表象就是一入眼帘的色调。色彩是摄影语言重要的语法，我们透过色彩的变化改变照片的重量。日系给人很轻柔的记忆，所以照片的颜色不能太强烈。再来就是蓝绿的表现特别突出，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颜色在视觉分辨力上给人恬静沉稳，让人心情放松。如果是红色特别显眼，那就会展现出热情喜悦的能量。除了蓝绿颜色的布局，我也喜欢用粉红与淡紫，让照片略有些浪漫与神秘。而关于后制，未来我们也会将额外制作影片，到时希望你也会喜欢。如果你想要用一张照片说一个故事，那么就必须从构图上着手。当人们看到照片时，会犹如图书般的去阅读它。如果你想要强调某种感觉以及你拍摄的主题，那么第一步就必须掌控读者的视觉焦点，强制让他去看你想要让他看的东西。构图的安排就是让读者完全在你的掌握之中，而杂乱无章的画面就是一开始放弃掌握视觉焦点以及你说故事的权利。而我们在看一张人像作品时，你目光的第一眼以及离开的最后一眼，如果不是停留在你所拍摄的人物上，那么我觉得这是一张失败的人像照片。总而言之，我们要设计读者的视觉焦点，然后才有权利去控制他们的阅读感受。干净的画面是日系人像重要的一环，太过杂乱的场景会让大脑感受到压力。洁净的构图提供了轻盈剔透的感觉，让你的照片看起来足够惬意。光线是照片不可缺少的色彩颜料，少了阳光，照片也变得平淡无奇。但我们很少看到日系人像会有强烈的光打在脸上，我们可能要先滤掉杂乱的光线，或者是选择小光笔的方式拍摄。寻找小光笔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测试看看。这简单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寻找出舒服且治愈的光感，这也是日系空气感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越是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表现。日系的摄影风格除了注重简洁的构图，不夸张不炫技，不刻意装扮，不张扬的肢体语言，完全着重在表现人物的自然，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是这样理所当然的合理，表现出生活化，利用场景或者细节散发独特的自然气息，沉静淡然且有爱。综合以上的论点，颜色清新淡雅，画面轻盈剔透，满意且温润的阳光与自然不做作的表现，是日系作品不可缺的条件。而其实日系照片很少刻意勾画些什么，他们总是集中所有注意力在情绪之中，如此简单却又如此真诚。哪怕是将镜头凑近拍摄一个脸部特写，都能通过细节来营造日系专属的清新感。除了日系要素，我们还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朝这个目标前进呢？过去最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相机跟镜头。会提问这个问题当然是无可厚非，我自己在看到一张特色鲜明的照片时，也会很好奇的想知道它是用什么器材拍摄下来。但这也是大部分人学习摄影最大的盲点，那就是
如果我也拥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相机，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拍出相同的照片？这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就像你已经知道颜真卿、柳公权是用什么毛笔写字，你也不可能拿起同样的笔就能直接临摹出跟它相同的字帖，这样容易理解。而就算花费大量时间的练习与努力，但我们还是少了书法中特别重视该有的品德意涵，所谓见字如见人。而我觉得摄影跟书法一样，就是要让你的作品犹如看到本人一般诚实。我自己使用相机的习惯，会常常因为购买哪一台，就特别喜欢带它出门。过去有用过 Canon FD 与 EF 卡口、CY 卡口的 Contax， 而最近2年只是徕卡 R 卡口的单眼相机，镜头都是50焦段。爱用50焦段是个人习惯，其实没有特别原因。但相机有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底片相机。一定会有人想知道，现在人对于摄影的普遍理解，就是连手机都能够拍出很好看的照片了，那为什么还要用底片拍摄呢？星际效应的导演诺南曾对记者为何坚持使用底片这样阐述：我承认我对新科技的确非常着迷，但前提是它必须超越之前的技术。现阶段还是有很多电影都没有放弃使用传统底片，认为目前数位相机的科技还是无法取代底片胶卷，而底片有着独特的颗粒感，让温度真实传达。这些不完美的瑕疵变相成功凝结空气中的画面，让照片细数出无限情长。过去许多日系风格的摄影师都是使用富士底片，如果你也想追寻川内轮子的魅力，可以尝试他最爱用的富士 400H， 或是使用富士 Color 100、C200 这类对于蓝绿颜色诠释较为平实的底片。说穿了，我得了一种有光不腻就会死掉的病。或许你可以不需要使用底片相机拍摄，但你一定要懂得拍光。第二个拍摄的方式就是我使用了大量的逆光技巧。我对于拍摄逆光没有什么比这更执着有爱了。从一开始接触摄影，就一直追寻这道光斑，光挥洒下来的线条是如此优雅，很难不让人不喜欢它。拍摄逆光的基本方法很简单，新手建议可以在接近黄昏的时候拍摄看看，此时拍摄的条件会相对简单很多。你会发现柔和的光基能让你的照片多添加一份色彩。先简单设计一个情境是必要的，根据当时的环境做出合理的指令，比如说随意摇晃身体，顺着风享受迎面扑鼻而来的清爽，开心地奔跑着或者转圈。最重要的是让拍摄过程愉悦，不管是拍摄者或是被拍者都能同时保持好的心情，那么呈现出来的结果就可以自然而然。再者就是把握好人物的神情以及动作，将他们巨细靡遗地刻画在照片里头。综合来说，日系人像就是各种技法的组合，不只是日系，所有风格的摄影作品都需要一点累积，才能彰显出他们的与众不同。日系风格并不是一种固定技法，我们也很难用一种方式，甚至相同的器材就可以简单复制出一种风格。但我觉得我们往往过于专注于技法以及器材本身，想要将人或者照片拍美，而忽略甚至低估了人像摄影的本质。就像在一张平淡无奇的风景照里，如果我们把一个人摆设进来，那照片就开始产生变化。人像作品有别于其他题材，是因为我们往往会聚焦在人物的表情上，而让照片表现出喜怒哀乐，因此更需要注入灵魂。而我一直觉得人像摄影是在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不管是人还是面对风景，只要它能触动我们，我便把这种触动拍摄下来，并将它确实传递给看照片的人理解。倘若不能将这样的意念寄托在你的摄影之中，那么你的照片终究只是一张照片。关于摄影，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可以分享，而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请订阅分享来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才更有动力以及力气来做这件事情。这影片会持续更新，我相信它的价值。我是小柏，希望下期有你。